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之前影片组装 P200A 的时候有提到，我会买一张水冷的显示卡来跟大家看一下双240冷排在 ITS 上装起来的样子。那我之后找来了一张5700的公版更专用的水冷套件。买这种拆过没有保固的显卡本身就已经是风险了，那自己在安装导热垫的时候也是蛮胆战心惊的。拆显卡同时又要兼顾镜头的拍摄画面，一个人有点困难。那所以不好意思，我就先跳到完成的画面。那这样子的配置，在显卡水冷头是装在主机板上，那风扇就是用转接线来装在显卡主板上。那它的运作耗功大概是在150瓦，那温度在65度内，那 TJ 温度在80度上下。风扇转速是逆天的500转，跟之前猫头鹰的企划差不多。那接下来我就要想办法把它装在一个 ITS 的开放式机壳上。那由于我之前多买了一个水冷架，经过反复揣摩后，我发现，它好像可以装在正上方。那因为我所有的线材 I/O 那边都已经用 L 转接头了，所以它的高度并不高。我只要垫高几个螺帽，它就可以很稳固的锁上去，然后安装我的水冷。但因为这次我想要一次装2个240水冷，所以我就用锯子把这个锯成了2半。但虽然以前我大学是有学过钳工，但是因为我这里没有固定的器具，我只能用手钳夹着，不是很方便。但还好，因为这个是3 mini 的铝片，它毕竟比较软，所以只要花一点时间慢慢锯，那还是锯得开的。接下来，为了避免水冷排2个互相交对会撞到水管，所以我这边它是上下错开的。那当初2个 AIO 的高度不同，这个是有在切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算好的。那如图所示，切了一半靠4颗螺丝锁，其实还是蛮稳的。但毕竟在机壳上面装了2个240水冷，所以它的重心也因为变高了。那我这边拍个影片，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听这个声音是还蛮吓人的。如果水冷架再多锁几个螺丝，应该本体会更扎实一点。在实际安装的部分，19公分乘15公分的底部面积比 A5 的纸张还要小，那它高度却超过65公分，跟 Shift X 是同一个等级的。但因为这种超高塔小面积的设计，它可以有效利用曲面萤幕后面的桌面空间。那最上面的风扇刚好超过萤幕，那我觉得这样子用起来也是还蛮有趣的。事实上，我的 10700K 目前还没有超，所以我用240压其实也不会超过85度。但毕竟我这张主机板是盖板 PL2 之后，没办法让它跟超过125瓦的 TDP。但显卡也是5700，也大概就150瓦。那2个距离大概7公分左右，互相吹风，其实这风压不会对温度造成多大的影响。最后我的烧机测试的温度其实也跟裸测差不多。那我玩地平线5半个小时后，也大概就是60几度出头。那这个你把音响关掉，基本上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，你一定要靠着才听得到。那如果今天是游玩 1080p 的话，其实5700还是非常够用的。你特效开超高，还是可以超过120帧。那只可惜，现在5700已经变成挖矿神卡了。那它二手价格都只逼3060 Ti 的低算力版本，实在是不太适合作为备用卡的使用。今天这个超高双240冷排的 ITS 机壳就先告一个段落。关于这种超高机壳的感受，当时会组是因为有一些支持360冷排的机壳，像 SV590， 它受限于台湾的通路，再加上运费过高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来体验。那这次先用简单的方式改装我这个现有的开放式 ITS 机壳，那它的桌面占用空间更少。那如果我之后余力的话，会比照之前 DIY 底座的精神，看能不能做出一个更稳固的水冷固定架，然后在底部锁上铁块，让它更稳定之类的。那不知道各位对这种超高的 ITS 机壳架构有没有兴趣？看看市面上应该是没有类似这种架构，说不定以后水冷的显卡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就不用自己乱改了，就会有相对应的产品。那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